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密。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欢迎来宾前立委蔡正元蔡委员。思密好，大家好。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密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陆军退役少将李正杰将军。思密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赶快来关心现在中东战云密布，赶快来关心到的是在伊朗的反击之下，命中了以色列的国防部之外，还有它的高超音速导弹吗？突破了萨德系统，这是来自于媒体的最新报道。另外，今天也会关心到的，包括它的卡达尔380导弹重击美国的驱逐舰。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一起的来做关心。中东的这一场战事，现在打的其实已经不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了，是一个导弹战、资讯战跟长期的消耗战。最新统计，我们带观众朋友稍微来看到，现在伊朗的死亡人数已经破了1000人，达到了1045人。以色列则是在经济部分损失非常的大。1周损失金额达到了29亿美元。奇怪的是，现在不管是哪一方，都说自己大获全胜。来看到各方都说自己有各种的战机。先来看到伊朗怎么说自己的战机。他说呢，成功打击到的目标包括他用他的高超音速导弹跟他的哈迪德110高速的无人机突破了美军的萨德系统，也打到了以色列的国防部大楼跟国际机场。他还说他用卡德尔380导弹击中了印度洋的美军驱逐舰，包括这当中驱逐舰和它的油轮甲板因此都起火了。卫星影像还显示，美军的关键系统卡达扑鹿爪的预警雷达受到损伤吗？再来就是80舰队，80美军的第5舰队了，在总部的附近2套卫星通信终端设备被摧毁，还说摧毁了第2套的萨德系统，雷达也把它击中了。再来看到美国国防部又怎么说自己的战果？美军他说他用雷达鱼雷来击沉了伊朗的这个战舰，创了2次世界大战之后首次的纪录。美国也称自己击沉了20艘来自于伊朗的船舰，并且摧毁了伊朗的海军。我们来看到，包括了国防部长也说，美国1周内将会取得完整的制空权。他还说，现在伊朗的战力正在快速的下降当中，攻击能力下降，包括它的飞弹发射量下降了86%，无人机攻击更是下降了73%。在这场战役当中，我们今天也会特别来关心到伊朗首次亮相的在战场上面的新武器2款，特别来看到。第一款就是哈迪德110的高速自杀无人机了，速度1小时500公里，是目前伊朗最快的攻击无人机。再来就是刚刚特别提到这个卡德尔380导弹，射程更是超过1000公里，具备抗干扰的能力。伊朗同时间也对美国跟以色列发出警告，如果敢试图推翻伊朗的政权，那么以色列的这个迪莫纳的核设施将会成为接下来伊朗的主要攻击目标。伊朗宣称它突破的，不管是萨德系统，或是打击到以色列国防部卡达的雷达站，可不可以解读这代表伊朗找到美军它的防御体系的一个漏洞呢？如果伊朗真的如他说的去攻击了核设施，接下来以色列能够防得住吗？将军怎么看？首先，作战一定是讲究指管通情指挥管制通讯情报。那我们看到这次伊朗虽然说他作战一开始他的这种指挥领导阶层就被斩首团灭，但是我认为说他们是一个去中心化指管，也就是说，听说他们区分为31个作战单位，这31个作战单位各自按照原来的作战计划在执行当时他们所赋予的作战任务。那第一个，我们就看到他打击的是摧毁的是美国的这个雷达系统这个扑鹿爪雷达。那扑鹿爪就是一个情报系统，当你没有办法掌握到空中的情报，那当然伊朗之后后续的导弹，它要打什么地方，你就追踪不到，你就很难去拦截所以它第一个目标，看它很有步骤。第一个，先将扑鹿爪雷达摧毁。扑鹿爪雷达价值11亿美金可以侦收的距离到5000公里。大概整个伊朗的国境都是在它的侦查的范围。第二个，他就打掉他的80的这个美军第5舰队指挥所就是刚刚讲的是情报。第二个是打掉他的指挥体系。当你的指挥体系被打掉以后，你的指挥系统就混乱了嘛。
紧接着下来，我们看到它打击的就是它的这个所谓的萨德系统。什么叫做萨德系统？它对美军防御有多重要？萨德系统这个全名称应该是叫做战区防空系统这个防空作战有很多种层级的，譬如说我们最基层的叫做野战防空。什么叫野战防空呢？像刺针飞弹，它跟着部队走的，部队走到哪里，它跟着到哪里啊？它射程只有5公里，就到最后的时候，如果真的有直升机或者导弹，它做最后的防御手段那是这个野战再大一点的叫做区域防空系统。区域防空大概就是200公里，就是这整个地区我都可以防空。这大概射程大概是200公里。那具体来讲，大概就是爱国者系列的导弹譬如说爱国者3。那在更大的叫什么呢？叫做萨德，它是战区的范围包括我们假设将中东定为一个战区的话，它整个中东就是它的一个战区。所以说又定萨德，如果说摆在这个地方，它对整个这个美军在中东的基地是具有保护的能力，具有防空作战能力。因为第一个，它雷达可以看得很远；第二个，它的导弹的射程可以更高，甚至于它可以防这个拦截从这个太空重返大气层的这种对地的攻击的导弹，它都可以拦截得到。所以它的防御能力是很强的。那第三个，我们看到伊朗第三个就是摧毁你这个设施嘛。当你这个摧毁设施之后，你就没有防御设施，你的这个防空设施被摧毁掉之后，紧接着我们看到伊朗所打击的就是美军的27个这种在中东地区的基地，甚至于包括在海湾产油国家的重要的政经设施这个经济设施造成整个波湾国家的混乱。所以我认为整个伊朗它的作战虽然说它被这个斩首之后，指挥阶层被斩首之后，但是它作战它是一步一步有步骤来的。那当然这些都摧毁之后，将你美军的这种防空导弹全部拘束在中东地区，让你没办法调用到以色列。紧接下来，他开始对以色列发动所谓的高射速以及高射程的这种超高音速导弹的攻击我们看到以色列来讲，包括它的参谋本部的大楼，还有它的国防部都遭受到导弹攻击。当然，现在这个伊朗放话要攻击它的核设施，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大。但是我们可以区分2个层次来讨论。第一个是要不要打我觉得他当然是要打。第二个是打得到打不到，打得到打不到，那是第二个问题了。但是他把这个当作他的一个目标是必然的。我们看俄乌战争的时候，这乌克兰到最后，他虽然说没有核子武器但是他也去发动库斯克尔之役，目的就是要打到库斯克核电站嘛，那威胁到你俄罗斯境内的核设施，把它当作一个核弹来使用。那俄罗斯刚开始也是抢占扎波罗热核电厂。所以说，核子武器是一个战略型的一个这个重要的一个武器的资源，重要的作战资源。所以我认为，这个伊朗要去攻击以色列的核设施，可能性是非常高的。但是关键就是说，他有没有能力打得到，那是第二个层次问题。我相信伊朗会尽全力来保护他的核设施不遭受到攻击。如果遭受到攻击的话，大概整个伊朗整个国土那么狭小，可能就灭国了。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伊朗打的是非常有节奏性的一个攻击来打击美国之外，也打击以色列。那同样的问题，我们也请教委员又怎么看？现在其实各说各话，大家都说自己的战果非常的多，非常的好。那委员怎么看现在目前的战况？怎么可能有人在打仗中间说我的战果很差？一定说我的很好，对方很差。这是正常的一个宣传。但是我们还是要客观的来看待问题首先说要攻打以色列的核设施，这不现实的。我跟各位举个例子台湾的核一厂在什么导弹都打不破，我们的核一厂那么早盖的都打不破。如果你没有核子武器，你怎么有办法打破这个核设施？不可能啦，绝不可能那因为核设施的设计很特殊真的很特殊然后有人讲说那不是福岛都爆了吗？福岛其实不是核锅炉爆了，是它的那污水系统出了问题这2只我们要分开来看。所以如果伊朗没有核弹，都要攻打这以色列核设施不现实。同样的，如果以色列真的有核弹的话，伊朗有1座核电厂，2座正在盖的核电厂就结束了所以说伊朗这个生意可能不太划算。以色列只有1座它有3座都在德黑兰附近这可能会很惨所以有时候在做这种战略设计的时候，有时候人要算一下
比如说有人说啊，那个伊朗可以打沙特啦、卡达啦的油田呐，哈等等，这不失为一招。但问题他的自己的油田在对面啊，所以这个到底划不划算哦？这个要理性计算哈。有人讲说我不管了，我一定要跟你同归于尽，同归于尽，你的孩子吃什么饭，对不对啊？这是一个现代，而且革命卫队都非常有钱，有钱的人怕死啊，对哈。以前革命卫队会胜战，现在革命卫队不会胜战，因为家里很有钱，都住在德黑兰的北部的豪宅区，所以情况有点改变哈。那这一次的打这个萨德系统啊等等，这是正确的做法。为什么？因为它不会动啊，不会动比较好打。像我们台湾的那个铺路爪就在乐山，在第一个时间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它不会跑。你爱国者飞弹还有那个飞弹车拉来拉去哦，那没有办法，还可以跑，可以煽动人呢。这种固定萨德也是固定的、啊，这种固定的雷达战真的很好打，很好打哦。那个 ANSGSC 我跟各位说明，美军只要前面2个 AN 就是 Army and Navy， 就是陆军跟海军用的，所以一定会写个 AN 2个字。再来 GSC 好 ，G 呢就是所谓的一般哈，就是所谓的 ground， 就是 ground 地面的意思，一般地面使用的。然后 S 叫 Special Purpose Communication。就是通信用的编号，那这款编号也是固定的，也很容易打，就是在屋顶上固定，很容易打哈。那这个萨德系统的体积很庞大哈。那萨德系统 AN 也是 Navy， 也是 Army and Navy。那 T 是什么 ？T 是那个 transportable， 哦，就是可以这个运送的，也就是为什么韩国的萨德系统听说要搬到中东来，哦 ，transportable， 它不像铺路爪是完全固定的。然后 P 叫 pulse， 就是脉冲 ，Y 就是雷达的意思，啊，脉冲雷达哈。那这个被击中，这很正常，我觉得很正常啊，因为听说，东方某大国有卫星照片给他们，所以很容易打，所以这没有意外。但他打船就有一点的困难哈，比如说，现在用卡德尔380哈去打这个美军，卡德尔380就是中国大陆的鹰击83。你把那个83倒过来就380，和鹰击83打的哈。那这款导弹其实是不错啊，而且它卡达380是加强版的啊，加强版的，所以击中了美军的驱逐舰。问题是击中美军的驱逐舰有没有沉没？似乎是没有，不容易，不容易嘛哈，不容易哈，对。然后因为你要让那个什么战舰沉没，除非你用那个什么。用潜水艇来打，所以美国用潜水艇就很容易把伊朗的战舰给击沉，它道理也就在这里哈。那所以说有20艘船舰，美国你这么大打20艘，那个伊朗那个比较落伍的船舰没什么了不得啊。你说哎呦我成绩很好，不以你的实力这样实在也不怎么样啦。我们主观在讲是这样子哈。那你美国本来要取得制空权，注意到全世界没有人能够取得100%的制空权，尤其有无人机跟导弹发明以后，以前讲的制空权是我控制飞机，就现在飞机不一定角色有无人机跟那个导弹那么重要了哈。那所以不要错了，伊朗的发射导弹量下降，那下降有个原因不是它导弹量数目减少，而是它的发射平台被打趴了，因为你不能把那个导弹拉到马路上去点个火，像放鞭炮一样啊。它的发射系统是要有雷达指挥系统等等的追踪系统。那个它有听说有2000颗导弹，可是问题上的发射车才200座啊，200座已经被摧毁了大半，所以它即使有导弹，你也没办法发射。它不像中国大陆说在地下有5000公里长那么大，所以有能力有限。所以如果这样来讲的话，美国当然可以说它赢啊，因为它把它打趴了。那伊朗也可以说他赢了，因为他没有被打趴，真的。好，所以这场战争消耗战还在持续的，美伊的战争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那其实外媒现在最近几天也在持续的报道说，那中国大陆呢？中国大陆的角色在哪里？会不会在这场战争当中扮演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其实最新消息哦，大陆的外长王毅已经出来说了，他说这个战争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哦。那么接下来会透过外交来化解争端，也会。中国大陆的部分派中东的问题特使到地区去斡旋。好，除了在外交上，现在王毅已经表态之外，五角大厦在去年也特别提出了警告，说中国企业长期向伊朗提供包括了有导弹的零组件、无人机技术跟电子设备，甚至还有消息说呢，这个王毅啊，在1号的时候跟俄罗斯的外长通过电话了，在
当中特别提到，中国会确保伊朗的无人机供应链可以不中断。换句话说，这是为什么今天伊朗可以持续的做强烈的反击的原因吗？好，另外一个重要的数据就是现在看到了，在伊朗它的这个武器方面，好像还有源源不绝的武器吗？现在推估有8万到10万架的这个沙赫德无人机，每月产量还可以到最多500架。美国则是出现警讯，白宫目前正在追加的是500亿美元，要补充它的弹药库，并且紧急要求军火商赶快持续加速生产。中国大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外媒说，没有出手帮忙，原因到底是什么？那伊朗现在可以不断的反击，跟中国大陆的资源有关系吗？赖老师又怎么看？是这样的哈，因为中国大陆的到目前为止的政策是不介入区域间的军事冲突，啊，这是到目前为止的政策。以后会不会改不一定，但是他在过去的历史中只有一次介入周边国家的军事冲突，那就是朝鲜战争。可是朝鲜战争又跟后来的战争不太一样，是因为当时的麦克阿瑟是朝鲜战争的主帅啊，他是主张要越过江打进中国的东北，而且要推翻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啊。所以才会有这个所谓的让蒋介石出场，对，因为打得不顺嘛，打得不顺以后，他那个时候也有要蒋介石用国民党的军队，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也损失蛮惨重的。为什么？因为他当时要蒋介石在这个滇缅地区打一个口，所以我们才会有滇缅军的反攻作战。那个时候我们的李将军率领的滇缅军打进云南，到的腾冲，后来不知又退回去，损失很大。那一股战力对我们国军来说的话，当时的损失是很惨重的。另外一股就是原来要想从这个浙江、福建这个地方要登陆，也没有成功嘛，所以也是死得很惨啊。所以当时美国确实要求蒋介石要准备要反攻，然后也给足够的这个武器弹药等等的。另外，当然这个大陆这边马上就压下去了啊。那美国在这个地方打得并不好，但是那是中国大陆唯一一次跟在外面跟他国来作战那是唯一的一次。因为大陆到目前为止，他走的是不走军事同盟的政策，没有跟任何一个国家签订双边的跟多边的军事同盟，包括上海合作组织都不是军事同盟所以中国大陆没有跟任何一个国家签这种军事同盟组织，那他当然没有义务要介入这个国家的战争。可是美国指控中国大陆说有把这个军民两用的物资给伊朗，这站不住脚的，因为中国大陆只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的规定，安理会有制裁，他就制裁。但是安理会如果没有通过制裁的话，你单方面对伊朗的制裁，大陆不买单，那是你家的事。也就是说，你制裁伊朗是你自己违约，你自己违约，我卖军民两用品给伊朗，那是我的权利，你常被管辖，管不到我，我才不会理会你。所以美国的指控中国大陆不会理，因为大陆不但不会理，而且大陆会告诉美国，你的单方面的撕毁合约是你自己不对，你不要再讲别人。补充一下，我觉得这个赖老师讲得非常的好就是说中国在开战以后是不可能去帮伊朗。万一伊朗去打到阿联酋，去打到土耳其，中国就立场上很尴尬了，对不对？是。所以，但是在战前更早的时间里面，的确有帮忙。除了刚才讲的卡德尔的技术，就是鹰击83，好，83，然后哈迪德110其实就是巴基斯坦的短程导弹改装成无人机两个名字一样，都叫哈迪德110，完名字一样，但是在巴基斯坦叫短程导弹，然后在伊朗它叫做高速无人机，其实就是短程导弹。那你说巴基斯坦的技术从哪里来？因为巴基斯坦有这个技术，一定有人给他。那巴基斯坦要给伊朗，这个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后面人同意的嘛，所以中国有没有帮伊朗？道义上、实质上当然有，但是是在战争发生以前很久的事然后战争发生的时候，中国如戴老师讲的，真的不方便，所以有人讲说中国不够道义，中美有没有帮伊朗？有道义到了，那你说真的开战了以后，你要帮，那万一沙特被打到，中国不是不好意思，就不方便了嘛。对，好，谢谢委员的补充。那接下来这一场战争又会怎么继续的进行下去呢？那杨老师又怎么看？现在有一个说法嘛，美国说伊朗的无人机它现在已经攻击率下降，你怎么看？对，昨天美国的参谋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他说，在
2月28号到3月4号之间，尤其是进入到3月4号的这个第5天的时候呢，伊朗的攻击大量减少。他用数字来表示，他说飞弹减少83%，无人机减少73%。哦，那这个数字也许是真的，因为伊朗其实一开始他就是用几波的攻击，但少量的无人机和飞弹进行攻击。那在昨天的晚上，伊朗这边释放消息是已经进入到第18波。那第18波他没有讲出他发射多少枚飞弹，可是呢，在第17波就昨天的上午的时候呢，他告知40枚飞弹，所以只有40枚飞弹，那当然无人机可能是1倍之多，因为他们估计伊朗大概在前面的4天总共用了500枚飞弹，2000枚无人机，那个无人机一台大概才2万美元哦，那所以呢，它都是先发射无人机。去吸引就是不管是萨德还是铁穹的这个拦截，然后呢后面跟着就是飞弹、弹道飞弹，所以你看到就是这个对比不成比例，因为无人机1枚2万美元，那爱国者飞弹1枚400万美元，我们刚刚讲到的萨德飞弹更不得了，1枚要1200万美元以上，所以实际上现在从韩国、日本可能会接下来要转运的是爱国者飞弹。爱国者飞弹，因为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12日战争，韩国内部有美军基地8个爱国者飞弹营，有3个被调往中东地区，在6月份的时候，10月份才调回去。现在看起来我觉得在日本的新闻我也看到，他们似乎在美军基地当中再重新整编相关的这个飞弹的攻击，所以现在搞到后来大家都比库存不过这个库存各说各的了哈。美国说它这个库存没有问题。那但是我们看到，去年的6月的时候，以色列的库存出问题了，所以后来川普才决定攻打伊朗的核设施。那伊朗的库存是多少呢？这个只有伊朗自己知道了哈。有人说什么几万枚，有人说几千枚，这个真的不知道。那所谓的飞弹地下城是存在，我相信，因为看过这个相关的影片。但是呢，我们看到前面这18波的攻击。来得到一定的成效，其实美国是很伤脑筋的。如果持续这个下去的话，就应验英国首相那句话：胜利不可能从空中获得，因为对方也会反击。再补充一个，1个小时之前，伊朗的官方媒体也宣布，在来自于以色列的无人机也被伊朗的反飞弹给打下来，所以制空权你还要一段时间。好，谢谢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哈米尼真的吗？是海山市的殉道引爆了圣战吗？今天会特别来关心到是美以1的战火，现在似乎已经演变成了宗教末日战吗？3大信仰在这个时候对撞，中东会不会全面失控？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本来觉得这个美以战争是地缘政治的一个战争，但是现在会不会引爆的是宗教战争，演变成包括了有基督教、犹太教跟什叶派伊斯兰教的这一场宗教战争呢？为什么会讨论这个话题？就是因为《经济学人》他这边做了一个最新披露，他说，已故的最高领袖哈米尼呢，他在开战前曾经多次拒绝转移到地下掩体去做避难。那在这个演讲，甚至在演讲当中，他还刻意引用，当时哈米尼刻意引用了有一个什叶派的历史中最悲壮的一幕，就是当时呢什叶派第3任，同时也是穆罕默德的外孙，他叫做伊玛目海山，曾经在一场战役当中，这个是卡尔巴拉战役当中，遭到逊尼派的雅兹德大军包围之后就殉道了。那么哈米尼特别提到的是说，他像我这样子的人呢，我是绝对不可能会跟雅兹德这样的人来做效忠的。所以从当时的意思来看，是不是他已经准备好会做殉道，也就是他这一次是故意要在美以的攻击当中殉道吗？这是来自于《经济学人》提出来的一个观点。那也因此，现在有许多的什叶派的这个神职人员也宣告，他们
接下来要帮哈米尼报复，所以他们要来正式的发动圣战。好，《经济学人》他这个报道这个样的观点的分析，真实性到底有多高？殉道对于什叶派的意义，赖老师又怎么看？我觉得目前的判断是越来越趋向于说，哈梅内伊应该是选择殉道的一个方式啊。至少如果以色列跟美国不敢直接的第一时间，那么对他做斩首行动的话，他也证明了他的勇气跟勇敢啊。那这个对于凝聚革命卫队、凝聚民兵，还有伊朗的人民是有相当大的助力的。也就是说，他很勇敢，他敢跟美国跟以色列的对抗。因为当中国大陆紧急撤侨的时候啊，其实这个讯号就很明白了。我们一般来讲，在观察国际间的撤侨的时候，其实美国跟大陆是我们最高的2个指标。也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我们更会看重的是中国大陆的撤侨。大陆的基本上的政治情报工作基本上是蛮准确的，所以他们的撤侨的时间点都是比一般的国家来得准，因为有些国家动不动就撤侨，然后最后这个没有事，那被撤的人他可能当天的行程或者多少都会有一些损失。但是你如果不撤侨，不宣布撤侨，情报失灵，像日本，你看现在日本还有200多人困在那边，我们台湾也很多人被困在中东地区，目前都还跑不出来啊。所以你可以了解到，就是说有些的地方是反应很慢。但有些人是反应过度，可是最准确的，一般来讲，大家会估计的是美国跟中国，特别会看的是中国大陆。所以当大陆一旦宣布撤侨的时候，你想，当他的大使馆、领事馆宣布撤侨，那你觉得伊朗不会觉得马上启动最高的安全等级吗？当然有可能嘛。可是为什么哈梅内伊本身还是不愿意进入这种帮他们设计好的各种安全处所？没有。这代表说，他一方面，如果说他们美以没有对他实施斩首行动，他展现出他巨大的勇气。第二个，如果对他实施斩首行动，那他的这些高层都殉道了，殉道就会把伊朗跟海外的这些什叶派的人的凝聚力就拉到最高，而且也有可能会实施海外游击战。美国把它称之为恐怖主义战争，但是它是一种海外的为宗教而打的游击战，这就不能排除，这个就才有动力，这个动力是很巨大的，能量是很大的，所以我个人觉得，经济学人的评断基本上来讲是站得住脚的。好，所以在哈米尼他身亡之后，现在是不是掀起在海外的所谓的游击战，也就是圣战？现在浪潮会不会在全球多国兴起？那接下来对美国的威胁，厉将军又怎么看？我觉得哈梅内伊他这个殉道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第一个，以他的个人的价值来看的话，他已经80几岁了嘛，而且身患癌症如果说不管之后来讲的话，老死或者是病死，那他一生大概就是默默无名了哈。可是如果这一次他可以用殉道的方式激起整个什叶派对美国的对抗来讲的话，他的名声可能会留下去。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有这种宗教的心态来做殉道。那我将哈梅内伊这次的举动称之为一个最大的恐怖的这种炸弹自杀客他利用自己自杀，然后引爆了全世界所有什叶派的圣战。那目前来讲，果然没错什叶派最高的宗教领袖叫摄伊子这个拉瑟子色拉子他99岁，他现在已经下达了所有的圣战追击令。那他将这一次之后第一个，他将美国跟以色列这次对伊朗的攻击定位为这个对伊斯兰这个穆斯林的一个攻击的行动是一个已经定位成一个宗教战争，那就非常可怕。所有战争里面最怕的，如果说只是因为经济因素或者是地理的因素、资源争夺因素，或许还好解决。但最怕的就是2种战争，第一种是民族战争，第二个是宗教战争，那永远没完没了。除了中国之外，中国大概不打宗教战争，但是我们很难去感受到，就是西方世界或者是说犹太教、基督教或者是回教，他们那种宗教战争的狂热是很难感受到。第二个，他这种殉道之后，他会号召所有什叶派的这种这个激进分子愿意为这个之后的圣战来投入这场战斗。当然，对这个哈梅内伊这次殉道来讲，也等于是一次下了一个动员令，
所有的这个什叶派的这种年轻人呢，他之后来讲，等于接到动员令，他就开始投入战斗。所以我觉得对美国跟以色列来讲，以后来讲可能是这个很难有这个安稳的日子过。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宗教动员哦，现在已经从伊朗这边发起，但是另外一方面，有没有可能这场战争最后变成一个宗教战争？是今天我们也要特别来做讨论的。就是除了伊朗这边有宗教动员之外，现在来自于美国方面，基督教这边有一些的声音。这个是来自于美国的非营利监督组织，叫做军事宗教自由基金会，表示说最近呢收到了许多封美军士兵的投诉，部分的军官在内部动员的时候说这一场战争是神圣的计划，他们大量的引用圣经启示录关于末日大决战的一个段落，还说川普呢是受到耶稣基督高抹拣选的领袖，对伊朗开战是为了引发末日之战，来迎接基督再临。那同时呢，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则是引用了犹太教典妥拉，将伊朗比喻成纯粹邪恶的宿敌亚玛力人。接下来有没有可能爆发宗教战争？委员又怎么看？不会啊，为什么？因为不管宗教战争、民族战争或什么其他这个狗皮倒灶的战争，就在决定你有没有物理学上的实力，没有就打不起来。举个例子，以色列好啊，你圣经也好，妥拉经也好，妥拉经就是摩西五经，就是旧约圣经前面那一部分。你不管怎么宣传，这个你跟伊朗距离的1600公里啊，你也不可能消灭伊朗啊。所以最后还是要什么呀？乖乖，不是和平共存，而是有敌意的共存。好。再来，我们也不用帮这个伊朗去吹嘘啊，伊朗没有那个能力啦。你说什么圣诞是全世界东突厥搞个老半天，东突厥在中国还不照常被镇压下去，对不对？这讲究是物理实力，没有那个物理实力，只精神抗议没有。那当然了，每方面都会宣传啦，哈，比如说那个所谓的哈米尼被宣传成殉道，但我看怎么看都不像殉道，殉道会把老婆、小孩、孙子带在旁边给人打吗？不可能的嘛，可是有这个需要，你总不能告诉他说哈梅尼是被骗的，被川普骗了，所以被打死的。是他真的是被川普骗啦，可是被骗多难听啊，对。那可是这样宣传可以鼓起这个什么伊朗人，可是问题伊朗人没那个实力啊。你说什么全世界圣战士能够几只小猫，那个恐怖分子街头上会有了，比那个美国那个整天开枪人数还少啊。美国一年街头上开枪至少死1000人啊！我讲的是警察开枪的哦，不包括自己开枪杀来杀去的哦。那规模根本还不能跟这个比。那你要像宾拉登搞是911哈，那宾拉登手上几十亿就为了这个计划，你像伊朗拿了个几十亿啊，不切实际了啊。所以这个战争本身要回归物理原则，你有多大的本钱、武力、粮食、弹药，补给啊。能够从事多大规模的一个运作，所以你说要变成宗教战争，你看那个十字军东征赢了吗？没赢嘛，战线太长了嘛，所以这个宗教战争在大部分的内战比较残酷，因为我离不开你，你离不开我，对，所以就会杀得很残酷。但是如果是两个宗教离很远，你美国基督教你离伊朗多远，你怎么可能消灭伊朗来回伊斯兰教？那什叶派也没有特别厉害，逊尼派 IS 就是逊尼派，还比那个什么什叶派更强。所以宣传你不要被宣传的给骗了，宣传是专门在骗人的。好，那我们也回顾到说，那这一场战争现在中间有一些的争议，就是在大家在了解说为什么当初哈米尼会被斩首，还有48名的这些高层会被团灭，是不是当中伊朗内部有内鬼？也就是说，现在把矛头指向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精锐部队的这一位司令，他是圣城旅的司令卡尼。从2020年他就担任这个圣城旅司令的这个指挥官。那现在在怀疑是不是他当初把一些消息透露给以色列的情报单位摩萨德，所以说他没有在这一次美国的斩首当中身亡，有没有可能？杨老师怎么看？他就算不是内鬼，他现在也一定是内鬼。因为你是唯一在最高层当中没有死亡的，自己很危险，对不对？所以呢，当然他就不可能再继续担任圣城旅就是革命卫队的司令了哈。至于哈梅尼是不是殉道，我觉得很简单，伊朗人选择相信他是殉道。
一个他们认为说他不需要去停留在最高领袖的办公室，因为你在图片上看到，就是总统办公室中间有个清真寺，然后旁边就是最高领袖办公室，那打得很精准。那中国办公室完全这个一毫无伤，所以这个对伊朗人而言，其实这个86岁的哈梅尼在他的办公处所，那我们就叫因公殉职啦，对不对？哦，那当然你会觉得，哎，为什么他的女儿、他的孙子？因为你也不知道哪一天会被炸嘛。但是在那个时间点呢，你还去那个办公处所，其实他大概知道他就要选择的一个道路。那伊朗人就选择相信如此。那另外就是我们看到。他整个49位，包含和这个哈梅尼的这个高层都被干掉，可是你看到后面非常有节制、有步骤，而且还蛮精准的18波的攻击，27个美军基地、雷达，然后呢海军基地，以及以色列的各式的基地，特别是特拉维夫，虽然这个越打越少，但是呢一直持续，就表示说其实他们等于就是说，立章就讲的没错，他有一点。这种所谓去中心化，但事实上不是完全去中心化，那否则怎么去协调27个基地谁打谁啊？对，谁去打？所以那个机制还是在。我觉得，尤其是现在一直在传出来，就是哈梅尼的儿子穆杰塔巴。那如果是他的话，不管是不是他，我觉得在这个事件之后很有趣味的是，圣战化这个的确，因为很多美国的一些评论员觉得川普做错了。你不应该这个时候把86岁的哈梅尼给打掉，你跟整个穆斯林以及伊朗那是世仇了，因为他是精神领袖，他是宗教领袖，86岁你把他打掉，也打死。但是呢，他的儿子上来，我觉得伊朗的内部现在变得一个很有趣味，神权退后了，军队向前了，因为他的儿子穆杰塔巴是没有什么这个名声嘛，也不是什么法学家。他只不过是跟革命卫队关系好，那革命卫队需要一个支持者，一直在拱他，以前就是这样的因素。那但是因为他是世袭，大概看起来不可能。这次事件你成就了他，所以我现在是比较看好他了，加油但是呢，如果他真的坐上了一个最高领袖的话，那这个国家就变成军权主导，神权为民进行圣战，这个对美国是不好的事情。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美以战争开打之后，伊朗多线攻击，并且现在呢持续的透过国际上面的力量，要国际来对美国跟以色列施压来停战。那所以呢，现在看到这个伊朗一系列的攻击已经重创到全球非常多的产业面。等一下我们会一一来看到，影响的不只是能源，不只是晶片，还有铝，甚至是空运。全球空运等等，还有供应链在中东一条一条都被掐住了。好，赶快来看到具体有哪一些的影响。首先就是荷姆兹海峡了，伊朗的革命卫队声称控制荷姆兹海峡，还示警会布水雷达到6000枚，任何船只只要经过都可能遭到飞弹、无人机攻击。那听到这个消息，现在川普担心了。他说，美国的海军有必要的话，会尽快的为行经荷姆兹海峡的油轮提供安全护航，而且他说呢，这个护航价格可以谈的，但绝对会让你满意。好，赶快来看到欧盟现在可紧张了，因为油价持续的暴涨，幅度最高达到70%，他们现在竟然是希望拿俄罗斯的石油，持续的施压乌克兰，要求开放欧方来去查验受损俄罗斯的这个输油管线，厘清是否能够尽快的恢复供油。那遭到了乌克兰这边的拒绝，他说是以安全为由拒绝让他去查这一条管线。经济学家现在也特别做了预估，美伊战争会推升本来就很高的全球通膨，迫使多国的央行升息，推高房贷、车贷、其他的借贷成本，我们处于非常危险的一个时期。再来就是半导体产业也会受到影响，因为荷姆兹海峡的封锁会重击卡达氦气运输到欧洲跟亚洲地区。那么
卡达的氦气占全球的生产占比达到了30%，也就是晶片制造的关键气体会被因此卡住，这是对于半导体产业的影响。再来，对于炼铝厂，卡达这边的炼铝厂的电炉也会因此关闭，如果重启还需要半年的时间。那大家可能感受很深的，还有就是在空运了。现在有多国的国际机场都已经关闭了，在中东地区多个国际机场都已经关闭了，数万人还有他们的货物都因此滞留。天然气价格则是持续的暴涨了，暴涨幅度高达34%。卡达液化天然气的出口也暂停，时间什么时候恢复，到现在仍然是不确定的。伊朗真的敢封锁荷姆兹海峡吗？全球20%的石油命脉都在这里。水雷他敢布吗？那么飞弹他真的也敢在这边做吗？引爆全球的能源战争，接下来会真的发生吗？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伊朗已经有动作了啊！我们现在看到您所列举的啊，像日本有44艘船被困在里面出不来，啊，大陆也有20几艘船也是被困在里面啊。那不用讲说欧美他们的航运公司的船有上百艘都被困在那边出不来。现在能够通过这个赫尔木兹海峡的船真的很少，而且最主要是《金融时报》有发布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根据有这个可靠人士所公布的，就是说啊，国际的航运的保险公司已经完全中断啊，所有的停止啊保险了，而且他们目前来讲要重新讨论这个保险的价格，也至少要往上攀升50%。这代表什么？代表风险事实上越来越高了。我们一般来讲是这样看啊，我比大家看的还是中远海运啊。为什么中远海运呢？因为过去在胡塞组织在封锁这个打红海的时候啊，美国、英国还有以色列的船被打得还蛮严重的，但是中国的海运还是可以通，而且中国也通。我们也看到了，大部分的船都后来都跟着中国的船在走啊。可是这一次中远海运已经宣布不走了。那就代表什么？风险升高了。我们也看到伊朗这次的做法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是采用扣押啊，但是这次是直接把你打掉。那已经有公布了好几艘油轮被打掉啊，那个名称都有，所以那是等于是有事实可查了。也就是美国的一艘油轮被击中，起火燃烧，还有几艘的油轮啊也被打到，然后但是后来也被扑灭。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到最坏的一个状况，伊朗才有可能采用封锁，也就是布水雷。布水雷这茲事体大，因为它影响的已经不只是伊朗的问题，影响整个中东国家，也影响到中国大陆了。那大陆已经摆明他的态度就是啊，这个做到这么绝，还是要考虑再三啊。我个人觉得到目前为止，布水雷啊，不容易啊，收困难啊。对啊，这个没有那么简单。但是以目前来讲，针对于美国跟以色列的油轮来打，这个已经出现了。好，李将军呢？我觉得川普非常有意思哦。以前有一部电影叫《保镖》哦，这个你觉得川普现在是不是把美国海军当镖局？这个护航，然后收钱？保镖不就这样吗？对不对？这个运送这货物在古时候这个道路上面运输的时候，为了怕土匪抢哦，所以要请镖局的人来这个保护这个货物。那现在川普要收钱嘛？川普是不是就现在就是把美国海军当保镖哈？这个护航，然后收钱，但是我觉得这个作为有没有效果？我觉得没有效果。你这反而中了伊朗的这种道哈。为什么？当你海军把你的舰艇弄到荷姆兹海峡，荷姆兹海峡你要护航只有30公里的距离，那用炮都打得到它不要用导弹，也不需要用什么无人机，它用火炮就可以打到你这个美国的军舰。那你是不是把美国军舰置之于死地？所以从荷姆兹海峡这次被封锁，我们看出来，美国对于这次开战并没有做好完全的准备，因为所有人，包括我们都知道，荷姆兹海峡伊朗一直威胁着是要封锁。虽然说在两伊战争期间，他为了怕说杀敌1000自损800，在两伊战争期间他都没有封锁荷姆兹海峡，但是这一次他面临他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他已经抱定了一种鱼死网破，就算是我自损8000，我也要杀敌你1万所以他这次就封锁荷姆兹海峡。难道你美国在开战之前你没有预判到这种情形吗？如果说你有这种预判的话，你是不是应该事先就采取防护的一些预备措施？譬如说是你要将你的滨海战斗舰
派到这个地方来哈，建立一个防御体系，防止它无人机的攻击，或者是先占领这个地方的海域，让它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部署水雷。那现在这个地方的水域很明显的哈，这个我们讲说制海权，这一段的制海权已经很明显的掌握在伊朗的手上。那你这时候再说要去护航，要去收钱，反而让大家看成是一个笑话。当然，我个人认为说是伊朗封锁荷姆兹海峡，可能后续这个时间有多长，其实有待观察了。它是不是达到它目的之后，引起全世界的注意，然后甚至于引起海湾国家这个对美国产生排拒，甚至于全世界其他国家会对于这个美国发动这场战争采取一种这个反对的声音之后，它达到这个目的，是不是就可以自己也为了他自己原油能够运出去，他就会解除？我觉得这才是之后解决的方式。好，所以现在伊朗荷姆兹海峡的封锁会影响到能源是否告捷？那欧盟很紧张，还说希望拿俄罗斯的石油，委员又怎么看？如果封锁荷姆兹海峡，全世界只有2个国家获得庞大的利益，一个叫美国，一个叫俄罗斯，其他输得很惨。所以美国会欢迎他封锁。为什么？本来他打伊朗就有人觉得不太妥当，一封锁的话，哇，这下肥了。你海湾国家要不要拜托美国去修理伊朗？你那个欧洲国家还敢跟美国站在对立面吗？不会了，包括中国都会，拜托，他们不要打，要不然你伊朗收手。其他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台湾都受害。那美国就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啊，他担什么心啊？对不对？你们不要求他，刚好颠倒。那俄罗斯呢？本来你不是不能卖吗？我石油不能卖，电能气吗？变成每个人求着他卖了，因为全世界2大就他嘛，还有加拿大这一下子也可以卖一点啊，对吧？所以这整体来讲是美国会最大的获利者。我不知道伊朗的人应该也知道这个效果。那你本来这海湾国家好像说我把你当人质啊，美国来救你就会跟我妥协，才不会的啦。美国最好看看你们这每个人都受灾，然后要帮忙嘛。我这个保护费可贵了啦，我这保护费可贵了啦，对。要把伊朗打趴有没有难？不难呐，真的不难，把伊朗整个打趴不难。伊朗政权换来换去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只是这一次还没有把它没有那么大力。你知道轰炸贝尔格勒轰炸70几天，现在才轰炸不到4天呐，对啊，所以我是觉得美国人很炸，等你封锁，你说油价会涨，油价涨我赚钱啊，我的石油公司大赚钱啊，我随便开价。你台湾买不买？日本买不买？对不对？我天然气你卖不卖？所以这个就是这种连环计，一环扣一环我是觉得受伤的是中国、日本、台湾、韩国、欧洲，得利的就是美国跟俄罗斯不然你看看还有谁有石油？就他们2个有啊。好，那会不会引发后续这个战争型的通膨？因为刚刚说了嘛，除了石油我们要关注之外，还包括了有这个天然气，还有氦气断裂、铝厂停炉等等。那杨老师又怎么看？我觉得接下来3种情况会有3种不同的影响，对于全球的能源到政治经济。那你看到昨天、今天美国到台湾的这个亚洲的股市的那种变动，就表示说，其实我们现在股市很脆弱。那风吹草动见这个涨跌那所以任何的风吹草动，第一个，如果这个战争限制就是在目前的情况，在伊朗跟以色列跟黎巴嫩之间，尽管它再怎么激烈，也许伊朗的油田设施被打，但是呢，它对于整个全球的原油跟能源以及经济的影响还是有限度的。那荷姆斯海峡现在你看到伊朗到目前为止只是威胁，但他并没有真正的出手去炸任何的这个油人。有几个传言说有人受到影响，但是没有真正的确实。如果这样的一个持续的话，那大概可能会它的影响就会慢慢的在可控的范围。那这个接下来就要看谁去做最高领袖，以及他怎么样的政策。那第二个就是它可能扩大变成海湾国家的这个原油设施也受到影响了。那或者是荷姆斯海峡的这个通行也受到影响，那这个就会有比较长远的冲击，油价就不止85了，油价可能真的会涨到100以上，不至于像伊朗所说会涨到200了那如果涨到100以上的话呢，那全世界股市大概就只是现在俄罗斯会涨而已了。那但是呢，连美国都会受影响，这个就蛮大的一个冲击。如果真的进入到美国跟伊朗的
这种全面性交战，那真的是1/3的油都来自于中东，1/2的油跟天然气都经过荷尔姆斯海峡，那它的冲击就难以想象，尤其是对亚洲，中国大陆依靠来源于中东44%，日本95%，韩国70%，我们台湾60%，那也有另外20%的天然气。液态天然气是来自于中东，这不可能短期之内有任何的替代。而战争它的这种冲击，可能在战争结束之后都还会留到相关的影响。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接下来关心是川普封杀自家的战争 AI 吗？我们今天来关心的是美军轰炸伊朗靠的是这个 Cloud。那总统已经下令要封杀 Anthropic， 对于自身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我赶快来看到，川普呢，《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军在这一次轰炸伊朗的行动当中，其实使用的就是 Cloud 做情报的分析、目标的选择跟战场上面的模拟。但是很讽刺的事情是，在战争爆发的前几个小时，川普才宣布的要制裁研发 Cloud 模型的这间公司 Anthropic， 并且下令了接下来包括战争部在内的联邦政府机关，你们6个月内要逐步淘汰使用这一家公司的产品，并且指控呢 Anthropic 是左翼的疯子，强迫国防部必须要遵守限制服务的条款。好，厉将军又怎么看这场 AI 战争 Anthropic 他扮演的角色？那川普为什么这个时候又要封杀他？我们都知道未来 AI 在战争之中，它的功能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美国战争部已经花了2亿美金跟这些 AI 公司签订合约，希望能够让它的这种 AI 系统能够导入它的战争体系里面。那但是这家 Anthropic 这家公司来讲的话，它有它的道德标准，它有2个条约，它要写进这个书面的条约里面，跟美国战争部签约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不可以用它这个 AI 的系统来监视所有美国的公民的行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认为说是战争，如果说是全部让 AI 来主导的话，那会失去人类的一个主导性，也会陷入一个这个不可预测的危险了。所以他特别规定这个不能够用在没有人类介入的自主性的武器，他怕这些武器来讲，如果自主的话，他自己会去这个残害所有人类所以他有这2个条约。但是就美国这个川普来讲的话，他认为说是我就是要你这2个功能嘛，那你既然不能我用这2个功能，他就骂这家公司是左翼疯子不用他这个就骂他，因为他不跟他签约。对。可是这个美国也军方来讲也很坏你既然没跟人家签约，就你还偷用人家的这种技术，那这次用在所谓对伊朗的攻击，他就用这个技术。我们看到第一波的攻击里面，将这些伊朗的，包括到哈梅内伊等这些首领人物，还有革命卫队的领导人物全部这个一窝端，全部斩首。他用的就是这 AI 技术，他可以运用什么？用 AI 来计算。收集你这些人平常的一些数据资料，譬如说你起居生活，譬如说你交水电费、你的作息习惯等等来收集完这些大数据之后，他将它做一个整体的分析，分析完之后，他可以知道说你可能后续可以推算出来你会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做什么事情。那甚至于这一次是不是哈梅内伊召集他们这些人在这个地方开会，都已经被这个 AI 这个模型计算出来之后，所以他掌握到这个数据。那我想说，除了数据之外，他也可以掌握到这个伊朗可能应对的这个反击的这种方式，可能也计算出来。所以说 AI 未来在作战之中确实是有它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必然参与性了。可是我觉得战争最后还是要靠人的智慧。那你说 AI 就算这么强好了，到现在不晓得他们有没有计算出来这个伊朗反击的这些效果。如果说他们可以计算出这么精明，为什么他们的萨德系统会被摧毁？
他们的铺路爪雷达会不会摧毁？所以说AI 在未来战争之中，我觉得只能当参考哈，但是这个战争还是要靠人类的智慧来推算，还是比较可行的。好，如将军帮我们看到，这个川普之所以要这么生气的禁 Anthropic， 就是因为他设下了2条红线，那就是刚刚将军特别提到，他设下的道德底线就是不能用于没有人类介入的武器，这个的重要性又是什么？那为什么让川普这么生气？赖老师，这个是美国他最要的就是这2个，其他的不重要，重要的就这2个。第一个就是我要能够有效的监督美国的公民，而且能够有效的监督非美国的公民，为什么要叫非美国的公民？也就是像这个梅克尔就是最明显嘛。梅克尔使用美国的数位这个系统，他的脸书还有他的电脑、电话包括苹果电脑苹果电话等，其实都被监控嘛。所以等于是美国要监控全世界，你只要使用我的数位产品、通信产品，我都要能监控，而你竟然不让我监控，那我怎么可以忍受？我不但要监控外国人的，我也要监控我美国人的这个是这个川普所绝对不能忍耐的。另外一个就是我要无限制的使用，特别是要用在能够自主选择、自主寻找目标，因为他们知道 AI 可以发展到什么程度，到最后他们可以把目标最优化，就是我应该自主选择哪一个目标最有价值，然后哪一个目标是最有急迫性，哪一个目标是我必须要去贯穿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是国防部还有就是美国的情报部门他们最想要的。而 Andrew 他本身是站在人道主义，认为说 AI 他知道 AI 在未来可以发展到什么机制、什么境界，所以一定要是人类可控制性。那你今天要把我这个可控制性拿走，我不能接受。你不能用我给你的东西用来监督我美国的公民，这个他没办法接受。可是我觉得 Andrew 他做对了，因为他的订阅付款的增加，为什么？你地方政府也好，机关、学校、企业、民众，他们反而会更加的信任。可是 OpenAI 它的总裁已经后悔了，他已经后悔了，为什么？因为他订阅付大量的消失嘛。那也就是说，外国人会更担心啊。那你想，如果你是法国政府的时候，其他国家政府，他会不会考虑就是，我们不能用你们的，我们只能用我们自己的。那我们要我们自己的怎么办？那就是走中国的开源嘛，因为只有中国的开源才能够让他们自己做出自己的这个 AI。那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 OpenAI 来讲，他的总裁都已经承认了，他做错了。好，针对于这个 Anthropic 不愿意配合美方，那美国现在也祭出了报复，直接把 Anthropic 标列为是供应链风险，就是类似华为跟这个中芯国际他们所列的这个供应链风险，并且呢，如果你其他公司要跟这间 Anthropic 合作的话呢，也要看你有没有使用 Anthropic 的技术。受影响企业包括了亚马逊、还有资料分析公司、国防科技公司等等。接下来对于美国的影响，委员又怎么看？我觉得都是伪君子第一个，川普说6个月以后淘汰，6个月你们可以干多少事啊？你什么叫6个月他不会改变心意？第二个 ，Anthropic 也是伪君子大规模监控美国公民不可以，那在美国境内的非美国公民可不可以？可以。对啊，都非法用可不可以？因为这是有过虚伪，这是伪君子啊！那可不可以监控在美国里面的联合国机构跟所有国家代表人？当然可以，对嘛？对吧？所以这有过虚伪，对不对？还可以监控全台，包括台湾，对不对？很多人都可以监控。可是他是美国公司，我只服务美国人。你这比较虚伪嘛，对不对？他讲了一副那种很高尚道德、高大上一样。那你说没有人类介入的自主武器系统？这一次，以色列的导弹系统就是用 Anthropic。请问你，它几乎是这一次的拦截导弹都不是去年6月份是用人在建北，我要拦截哪一颗？现在这一次全部用 Anthropic那也真的死伤率大幅下降啊！去年总共受伤1000多个人，到今天为止受伤还不到90个人啊。去年死亡将近300个人，今年以色列死亡听说还没到10个人啊。为什么？就是 Anthropic。自动武器系统，今年就是拦截导弹系统全部用 Anthropic 自动控制的。那我请问你，
你不是跟以色列不知道收了多少钱啊？所以我是觉得美国那种伪君子一大堆，明明就2个伪君子在演戏，我们这种观众都被骗得哈啦哈啦里边啊，实在是，哎，我真的摇头。你说谁是谁也。管他谁是谁，伪君子，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来看到，那川普的这个封杀令一下之后，有很多的这个支持者就来特别支持 Anthropic。好，那它的这个下载率，也就是它的旗下的 Cloud 下载率，在美国的 App Store 变成了下载率第1名，家用户单月暴增了60%，那市值上看了3800亿美元。最后这场川普跟 Anthropic 的公司对决，老师又怎么看这个结果？我上个月参加一场读书会这个写一个 AI 的，就是叫 Money AI 这本书。那我是做有关于安全方面的，就来了2位真的是 AI 的专家，台湾上市股市的这个负责人。那他们就做比较技术层面，他们就讲这个 Cloud 就 Anthropic 它的最主要的这个程式 Cloud 现在已经到4.6。他说在去年5月出来的4.0之后啊，那个 Cloud 已经是几乎没有失误。然后呢，他们现在这个 AI 的企业，反而没有增加能力，在减少能力，因为他用 AI 用 Cloud 来写 AI 程式，所以呢，这个是全世界现在都是这样子的共识。你看用到，尤其是在做 AI 研究、AI 撰写的时候 ，Cloud 几乎已经变成必备。那所以其实他的那个 Anthropic 他的创办人叫阿莫迪嘛，阿莫迪他原来是念这个物理纯物理，后来因为父亲的关系。过世，所以呢去念生物科技，后来进入到 AI 领域，他一度还去帮百度工作，然后呢进入 OpenAI， 后来又跳出来 ，OpenAI 的这个3.0、4.0版都是他在搞的，所以他跳出来自己设立一个东西 ，Cloud 现在主导一切，还没有到统一50了，但是呢基本上是完全主导，所以他才有这个底气跟美国的国防部说 no。那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安全了。每个人都是赢家。他说，因为他非常担心 AI 的极致发展到后来是不可控。